成婚拜堂时，夫君突然掀开我的红盖头，当着众宾客的面要我签下认妾书，他要给白月光一个名分。可定亲时，他保证过绝不纳妾。众人饶有兴致地想看我出丑，我咬咬牙，指着人群里面如冠玉的男子：陆云有违婚约，堂前逼我就范，是小人所为。我不想嫁他，你愿不愿意与我拜堂？陆云的脸顿时煞白。那男子勾起唇角，站到人前，慢条斯理道：好，我娶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众宾客哗然。陆云咬牙切齿：贺兰慈，枉你是太傅的女儿，如此不要脸面，堂前换服，有违纲常。我嗤笑一声，通义有言，服不正则妻可改嫁。更何况你我尚未拜堂，谈不上是夫妻。今日便借你陆宅一用，让我同我的夫君对拜天地，共入洞房。你，陆云扬起手指着我，气得全身颤抖。我从他身上扯下象征新郎的红绸缎，系在那名俊美男子腰间，对拜天地后，拉着他的手步入洞房。众人指指点点，眼神尽是责备与鄙夷。只有躲在人群最后，陆云的白月光柳如棉，露出了得逞笑脸。进洞房后，我站在门边听外面的动静，想等宾客散去，拉着嫁妆回贺府。男人却坐在床边，自顾自地脱他的衣衫。待我转身，入目是大片如玉的肌肤，肌肉线条漂亮又清晰，从腰腹一路往下，脸上的温度疯长，我心慌意乱。男人笑着说：看够了吗？我猛地将头偏到一边，撩撩头发，拍拍裙摆，硬着头皮问：你这是干嘛？洞房啊。他深邃的双眼直勾勾盯着我，很是无辜道。我轻咳一声，郑重道：今日多谢公子解围，他日我必定登门道谢，待外面看热闹的人散去，公子便可离开了。他猛地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拉着我的手，触到他紧实的胸膛，低沉的声音如蛊惑般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拜过堂了，贺小姐得对我负责才是。我咽了咽喉，克制住男色的诱惑，一把推开他，振振有词道：你姓甚名谁？身价家世我一概不清楚，怎么对你负责？况且……我转身斜着眼偷瞟那些好看的肌肉，又道：况且哪里有一上来就脱衣服的？他微微颔首，走到床边，三两下穿好衣衫，我才敢抬起眼仔细打量。男人一袭青衫长袍，玉冠高束，长身玉立，难怪我一眼就在人群里看见他，实在是俊美非常。他站在我面前，拱手道：在下裴玉衡，新科状元，尚未娶妻，与陆云曾经是同窗，如今在翰林院当差。裴玉衡一边说，我一边琢磨，新科状元，比陆云还有才华，他只是个探花郎。翰林院，好差事，说不定以后官阶比我父亲还高。于是我拍拍他的肩膀道：裴大人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。我领着裴玉衡回贺府，正好撞见了陆云，他定是来找我父亲，告知今日之事，指不定又添油加醋说什么。他看我的眼神厌恶至极，冷冷道：兰慈，你今日太过无状。我已同岳丈说明，若现在道歉，看在岳丈的面子上，我便原谅你。我凭什么要你原谅？你既是欺人，擅毁婚约，该道歉请罪的人是你。陆云的表情蓦然僵住，半晌才道：男人三妻四妾再寻常不过，妻子理应体贴夫君，宽容大度，否则落得个悍妒的名声，对你对贺家并无好处。我眯着眼，眸光锐利地盯着他。你忘了吗？我母亲拖着孱弱的身子，辛苦卖豆腐，她赚来的银子要供我们衣食，还要给你买最好的笔墨。你说过高中之后会娶我，要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母亲死了，你便堂而皇之地违背誓言。若是我轻易原谅你，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母亲？要不是要供你考科举，她不会活活累死。我与陆云的婚约是自小定下的，我母亲本是妾室，大夫人不喜她，趁父亲不在，把她送到庄子上。离府之后，母亲才发现怀有身孕，她靠着卖豆腐养大我。陆云与我们是邻居，生我那日，幸得陆母相助，我才能平安降世。陆父陆母先后病故，陆云日子拮据，寒窗苦读，母亲念他不易，每日都去给他送饭。
后来母亲累得病倒，陆云在病床前起誓，会照顾我一生一世，此生只爱我一人。怎料他进京科考，与京中有名的才女柳如绵暗生情愫，而后柳家人阻拦，柳如绵嫁给了大将军。3个月前，大将军战死沙场，将军府的人说他克夫，赶他出门。走投无路下，他又找到陆云。那时我已被祖母接回太傅府，满心雀跃地等待与陆云成婚。那一日，柳如绵拿着陆云随身玉佩找上门来。我与陆大哥情投意合，若不是我父亲阻拦，我早已是陆夫人，还请贺小姐给条生路。我不求做妻，只希望与陆大哥长相厮守，哪怕是妾。我第一次遇见上赶着给人做妾的，望着他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决绝说不。陆云要真想娶你，为何要柳姑娘不顾脸面矜持，亲自来与我说？他若没提，证明他对姑娘并无此意。柳如绵哭哭啼啼走远，再也没有出现。我以为这是就此作罢，没想到陆云另有谋算。他认定我这个自幼长在乡野的女儿，在父亲心中的分量不如他这位前程似锦的女婿。可他算漏了一步，我随便一指，便捡了个比他还厉害的夫君。陆云被我对得面红耳赤，兰慈，若是你不认错，这事便没法收场。怎么没法收场？站在我身旁的裴玉衡悠悠开口。陆云脸色一尬，裴兄，莫非你真要娶她？她为人粗鄙无趣，在我看来，贺小姐性子坚韧，机智聪慧，是为妻的不二人选。你，陆云气得说不上来话。我上前道，陆云，今日我与你彻底一刀两断，我母亲供你读书的银子，你要不差1分1毫的归还，从此你我陌路。话落，未给陆云开口机会，我与裴玉衡走进贺府。我父亲气得在堂前来回踱步，嫡母咬牙切齿地咒骂我。见到我的一瞬，父亲大步走近，扬起手，一记响亮的耳光落下。我紧闭双眼，意料中的痛感迟迟未决。睁眼一瞧，裴玉衡挡在我前面。父亲有些怔愣，裴玉衡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。岳丈大人，今日是我不对，您生气打骂只管冲着我来，与兰慈无关。哪家的登徒子也敢来攀扯太傅府？嫡母厉声斥责。裴玉衡不卑不亢道，晚辈裴玉衡在翰林院当差，心悦贺小姐已久，今日已与贺小姐拜堂。晚辈自知有些唐突，日后定会将3书6礼补上，恳请太傅割爱，许我与兰慈小姐的婚事。我看向裴玉衡，他字字句句言辞恳切，毫无漏洞，仿佛早已在写好讣告。不愧是状元郎啊！父亲眸光一亮，弯腰扶起他。裴玉衡，你就是新科状元裴玉衡，承蒙皇上厚爱，小婿正是裴玉衡。父亲满眼皆是欣赏，我极力压制住上扬的嘴角，同裴玉衡交换了一个眼神。真有他的！嫡母见势不对，从旁添油加醋，新科状元又怎样？如今我贺府的脸面都让贺兰慈丢尽了，我待字闺中的女儿日后如何依亲？他假装抹了2滴眼泪，哽咽道：老爷，你若不惩罚他，外面的人会说我贺家家风不正。那夫人觉得该如何惩治？嫡母咬牙，眸光阴冷地瞪着我。按家规，杖责30，逐出家门。夫人已经嫁入我裴家，那便让我替夫人受罚吧。我正要辩驳，祖母一拐一拐地走进来，还嫌今日不够热闹，本来大好的日子，非要见血不可。父亲上前搀扶祖母坐下。母亲，都是儿子教女不严，害母亲担忧了。祖母睨了父亲一眼。兰慈接回来时已满16，你何曾教导过她？太傅女儿嫁给寒门出生的探花，本就是低价。那陆云分明是欺我兰慈背后无倚仗，不把我贺府放在眼里，妻都还未进门，便逼着兰慈签认妾书，实在不是君子所为。你们身为兰慈的父母，不但不为女儿撑腰，现在还想打她，把她逐出家门。我贺府书香门第，清流世家，何曾如此暴力对待过自己的亲生骨肉？祖母喘着粗气，看向嫡母。嫡母不敢发一言。父亲恭敬道：那母亲的意思是？我瞧这状元郎倒是比陆云靠谱许多。去，派人去把兰慈的嫁妆通通给我抬回来，一双筷子都不许落下。既然你们已经拜过堂，兰慈
祖母问你，可是你自愿？孙女是自愿的。好，此经一闹，也不必铺张，让裴郎的父母改日上门一叙。禀祖母，我双亲已逝。祖母威严的眉眼似有动容。那便更无需繁文缛节了。若你们二人合意，今日我便做主把兰慈许给你。裴玉衡郑重地对祖母磕了头，又对着我父亲磕了一个头。多谢祖母，多谢岳丈。他站起来牵我的手，我心蓦地开始狂跳。我看向祖母，他对我挥了挥手，兰慈，跟你夫君回去吧，我送送你们。我走过去扶着他往外走。他在我耳边低声道，祖母老了，护不了你太久，你若留在贺府，你嫡母指不定还要如何算计你。我瞧这裴郎说话做事都很妥帖，木已成舟，你好好跟他过日子。孙女知道。我就这样成为裴玉衡的妻子。我前脚刚入裴宅，后脚祖母便命人将我的嫁妆又添了许多送过来。嬷嬷对我说，老夫人说，女人可以没有夫君的怜爱，但不能没有傍身钱，这些都是老夫人私下给小姐的。我鼻尖一酸，嬷嬷替我多谢祖母。80担嫁妆把裴家小院塞得满满当当。我好不容易理清嫁妆，裴家婢女春桃来传话，她说裴玉衡在卧房等我，有话要同我说。原本我没有打算同他做一对真正的夫妻，想等事情淡去，另谋出路。可春桃不知怎地，把我的东西通通塞进来裴玉衡的卧房。推开门的一瞬，裴玉衡站在床边，他好像刚净完身，眼睛晃着波光望着我，亵衣还未完全系拢，大片胸膛外露，好似故意在用男色引诱我。我脸一烫，想退出去，心里嘀咕着，春桃怎么乱传话呢？下一瞬，裴玉衡的大手捏住我的手腕。夫人要去哪儿？灼热的烫意从我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。我还不能完全适应他的称呼，慌乱道，我不打扰你就寝。裴玉衡轻笑了下，夫人怎么能算打扰？夫人也操持累了，我已经让春桃在净室内打好水了，夫人去沐浴吧，早些休息。转瞬，在我手背落下轻轻一吻，淡淡的痒意好似拂过我的心脏。分明是第一次见面，为什么裴玉衡这么快进入角色？从净室出来，我踌躇着走进卧房，裴玉衡已经睡下。我蹑手蹑脚地爬到床铺里面，盖上被子的一瞬，淡淡地吁了一口气。裴玉衡闭着双眼，轮廓精致的脸庞放松而平和，宛如一幅静谧的画作。他呼吸轻柔而均匀。我渐渐松懈，快要入睡，裴玉衡的手臂缠了过来，浓黑如墨的眼睛盯着我，笑容清浅道，夫人要睡了吗？我耳尖又开始发烫，不敢对视，眼神往下挪动，性感的喉结，精致的锁骨，松散的衣领下若隐若现的肌肉线条。不知不觉，一股羞赧朝我袭来。我吞了吞口水说，不睡要干嘛？他身体转过来，烛光印在他被我父亲打过的半边脸上轻微泛红。裴玉衡的眼眸中星光破碎稀疏，他握住我的手贴在他脸颊上。夫人不疼我吗？你说过会负责。我未来得及反应，他已经俯身过来，衣衫彻底散开。裴玉衡眼中仿佛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墨，深不见底，带着极致的吸引力。滚烫的胸膛贴过来的一瞬，我浑身战栗。他在我耳边温柔轻吐，夫人洞房吗？我哽了哽喉，手贴向他的胸膛。若你执意如此，也不是不可以。第二日，浑身酸痛的醒来。春桃告诉我，裴玉衡已去早朝，出门前命他在灶上温着早膳。姑爷说，小姐辛苦了，早膳记得趁热吃。霎时间，一些不可言说的画面跳入我脑海，脸又紧又烫。我尴尬地抽了抽嘴角，他还怪体贴的。春桃不懂我话里的意思，天真道，姑爷是好人，可是小姐，外面都在传你的风言风语，说你不守妻纲，见一个爱一个。小姐，你近日还是不要出门了。我直了直腰，为何不能出门？我偏要。明明是男子的错，可遭受非议的却是女人。我倒要看看是谁这般颠倒黑白。一番梳妆打扮，我同春桃出了门。我在京中原本风评就不太好，自幼长在乡野，若不是祖母回乡祭祖，不忍贺家血脉流落在外，我根本不会来到京城。
我识字不多，更不懂什么琴棋书画，遭人非议已是常事。街尾那几位妇人交头接耳，他们越说越大声，悉数传入我耳中。太傅得意门生众多，怎么教出这么个女儿？不知廉耻，随便指位郎君，便拉着去洞房。他运气真好，随手一指，便指到了状元郎。状元郎怎么会看上他？许是他有不为人知的特长吧。我听后连连摇头，我能有什么特长？有特长的是裴玉衡。春桃气鼓鼓地攥着手心想上前同他们理论，我一把拦住，转瞬身后传来男女撕扯的声音。胭脂铺的老板娘满脸泪痕，沈老板，求你再宽限几天。我父亲生病花了不少银子，弟弟又尚且年幼，我管你那么多，别跟我废话，交不出租金，今日便给我滚。他长臂一挥，柜台上的胭脂水粉散落一地，银尘乱浮，一股独特的香味弥漫。我看他身着朴素，面色苍白，定是位苦命人。站出去，掏出钱袋对那位沈老板说，他欠你多少钱，我帮他还。当真，当真。看热闹的人群散去，胭脂铺老板娘泪水连连地跪在我面前磕头。小姐的大恩，念秋无以为报。我扶起她，你可以报，我有店铺，你做的这些胭脂甚好，我们一同做生意如何？今日出门，我本就是来瞧瞧祖母赠我的店铺，寻思着做点生意。毕竟我与裴玉衡不是什么正经夫妻，我不可能一直仰人鼻息。他眼眶晶莹地看着我，好，小姐让我做什么，我便做什么。只花了7日，我们便布置好的胭脂铺，挑了个良辰吉时开铺。生意寥寥，唯一登门的还是贺府的管事，他来替我父亲传话，大人劝小姐早些关门，妇道人家不宜抛头露脸。若是小姐累教不改，休怪大人不认你这个女儿。我把玩着手中的锦盒，漫不经心道，他本来也没把我当作女儿啊。管事的脸一阵青一阵白。倒是来接我回家的裴玉衡温润如玉的打圆场，有劳管事传话给岳丈，我公务忙碌，不能时常陪伴，是我许夫人做这生意的。管事匆匆忙忙地离开。我抬起眼眸，打量裴玉衡笑意温温的脸庞。你刚刚说的可是真心话？自古男子不喜女子抛头露脸，商人更是地位低微，这对你来说不见得是件好事。夫人，开这间铺子，你高兴吗？线下生意不好，但我内心是高兴的，因为有盼头。能让我夫人高兴的事，怎么能不算好事呢？我倏然有些吃愣，他眼中含满了深情。可我们左右不过相处月余，莫非我看错了？我与裴玉衡没有直接回府，他领着我去绸缎庄定制衣裳，我又不缺衣裳，为何要破费？裴玉衡笑得如沐春风，夫人天资过人，做在多衣上也不算破费。过几日皇上宴请这届高中的学子，特地嘱咐要携眷赴宴。他眼色温温地盯着我，夫人可否赏脸？裴玉衡小心翼翼地试探道，当然，陆云同他的新婚妻子也会赴宴，若是夫人怕，我自然不怕。半月前，陆云娶了柳如绵为妻，背信弃义的人又不是我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指着案桌上最贵的云锦，对掌柜说，就这2匹，务必给我做到最好。10日过后，裴玉衡带我入宫赴宴，男女分席。未入席前，女眷们都在偏殿寒暄。殿内不少人对我指指点点，无非是说我行为无状，高攀状元郎。状元夫人又如何？听闻他在东街开了个胭脂铺，深闺妇人，沿街叫卖，脸面都让他丢尽了。幸好你家陆大人娶的不是他，只怕裴状元日后仕途多阻。柳如绵笑容绵里藏针，温柔地劝慰道，你们别这么说他，好歹也是太傅之女。如绵，得亏你良善，太傅都不想认她这位庶女，你还帮她说话。窸窸窣窣的笑声落入耳中，我假装听不见。嬷嬷来传话，我们可以入席了。进入正殿，要经过一个长长的回廊，回廊两边案条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瓷瓶，听闻都是皇后挚爱之物。临到正殿时，我身后的2名妇人突然涌了上来，将我夹在中间。他们各自撞了我一下，我怒目圆瞪，他们便是刚刚同柳如绵说话的官眷。
幸好我站得稳，缓了缓。蓦地，身后一股力量，我连同案条上的瓷瓶一起摔在地上，碎瓷片划破了我的手，鲜血汩汩而下。众人纷纷侧目。什么事？陆云率先走了过来。柳如棉声音小得跟猫似的。方才裴夫人打碎了皇后的瓷瓶。我站起来，按住溢血的伤口，怒道：你胡说，是你故意撞我，陷害我。柳如棉眼尾泛红，躲进陆云怀里。不是这样的。陆云安抚着自己的妻子，冷声对我说：兰慈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你也不用为难我妻子。你我之事已成过往，你应当放下才是。放下？我母亲的银子你还清了吗？你就叫我放下。方才撞我的其中一位妇人讽刺道：好一个市井商贩，有字据吗？就让陆大人还银子。陆云怀里的柳如棉哭得更加凄楚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忘不了你，才让他生妒。若是裴夫人这么做能消气，我受些委屈也无妨。陆郎，算了。怎么能算了？待会儿皇后怪罪起来。皇后怪罪起来，由我担着。裴玉衡大步走来，他一身锦缎白袍，如谪仙一般。我正欲张口，他却对我摇摇头，示意我不要说话。请陆夫人给我夫人道歉。什么？裴兄，你要不要问清楚事情始末？裴玉衡目光凌冽地看向陆云，无需。我相信我夫人，她不会说谎。陆大人，你与她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夫人可是满口谎言的人。陆云不语，一味地安慰怀中的娇娇。这里这么多人，我不信所有人都看见，是我夫人故意摔坏皇后的瓷瓶。若是有人这般笃定，就请同我一起面圣。陛下面前总不能说谎，说谎乃是欺君之罪。所有人噤声。柳如棉轻轻扯了一下陆云的衣袖。陆郎，算了。不能算了。裴玉衡看着柳如棉，一字一顿道：请陆夫人给我夫人道歉。是你撞倒她，害她受伤的。陆云咬牙道：你别太过分。柳如棉抬手阻拦：是我不小心，我道歉，对不起，裴夫人。嬷嬷催促道：开席了，诸位还不入席吗？人群纷纷步入内殿。裴玉衡牵着我的手，对嬷嬷说：烦请嬷嬷转告一声，我夫人受了伤，宴会我们夫妇不参加了。另外，我夫人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瓷瓶，若是皇后问责，请嬷嬷。一个瓷瓶而已，方才裴大人护妻，娘娘都看在眼里。大人放心，皇后已知真相，才让我来解围。快带夫人去太医院包扎伤口吧。多谢嬷嬷。从太医院回府，天幕已黑。用过晚膳，我已觉疲倦，懒懒散散地躺在床上。我对裴玉衡说：陪你入宫一趟，比我守一日铺子还累。夫人辛苦。皇后我的意思是，我在京中风评不好，皇后怎么会愿意帮我？裴玉衡轻笑了瞬，他能坐上皇后之位，定不会靠旁人的嘴去甄别一个人。后宫尔虞我诈，不逊前朝。是啊，毕竟她是皇后。话音一落，淡淡的木质香味袭来，他的胳膊圈住我，在我脸颊落下一吻。裴玉衡眼中尽是柔情。今日着实委屈夫人，夫人的手不能用力，就让为夫好好伺候夫人吧。灭顶的感觉压了下来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无。裴玉衡私下和有外人在时，简直判若两人。我的手懒散地搭在枕畔，他俯身下来吻我的唇。我悄悄地挑开枕边，摸到枕下藏了好几天的和离书。许久，仿佛我的头发丝都是他的味道。我思绪散漫地想，得找个时机同他说说和离的事，否则这事真是没完没了啊，太累人了。铺子的生意不好，念秋心调制了几款胭脂，我想到一个法子，把它们装进小小的锦盒，送给客人们免费试用。一时间，店里的人气好了不少。我心情大好，亲自去集市挑了一只鸡，打算下厨给裴玉衡做酱油鸡。待我回到裴府，一片散乱，官兵把裴府围得水泄不通。出什么事？裴玉衡呢？领头的那位大人说，裴大人偷到翰林院书库的珍贵典籍，拿出去贩卖，中饱私囊，已被关入天牢。在下奉命来裴府搜查，还请夫人不要阻拦。不会，
他肯定不会做这种事。裴大人有没有做，我们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。大人，一名官差指了指书房，我跟随他们走进去，书架的背后有一个打开的暗格，里面藏着一垒书，看他们装订精致，想来价值不菲，宛如惊雷平地起。那位大人对我说，铁证如山，陛下开恩为祸及家人，夫人珍重自身吧。待官差走后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镇定思虑。裴玉衡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，若他贪赃枉法，怎么住在这小小的四方院？他帮过我数次，这一次我亦要帮他脱罪。我跑去官府击鼓鸣冤，想去牢里见见裴玉衡，正巧碰见陆云。我击鼓，他就站在旁边，沉默地看着我。鼓槌太重，我几下便耗尽了力气。陆云神色冷肃地对我说，兰慈，相识一场，我劝你还是回去吧，趁早跟裴玉衡和离。这段时间翰林院陆陆续续失窃多不典籍，皇上对此事尤其重视，裴玉衡死罪难逃。我冷哼一声，讥讽道，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般忘恩负义吗？你与我夫君同在京城六艺会馆备考，也算是同窗，他罪都还没定，你便把屎盆子扣在他身上。你走，不帮忙，别来恶心我。陆云似乎僵住了，半晌艰难开口道，你夫君？屎盆子？贺兰慈，看看你都说的什么话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没有长进，粗鄙不堪。我瞪着他，低声呵斥，滚！拿起鼓槌，继续击鼓，仍然无人理会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人能帮我了，我不得不踏入贺府。自从祖母病倒，嫡母三番四次阻挠我探病之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贺府。我知道，直接敲门是无人应我的。估摸着父亲下朝的时辰，他的官教一落，我便冲了上去。父亲，他看见我，露出厌恶的表情，而后又看了看四周，低声道，进去再说。父亲素来看重脸面，他定是知道我此番前来的目的。家丑不可外扬，他肯定会让我进了门。一进门，我还未张口，他便拿话来堵我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为今之计是速速与裴玉衡撇清关系，避免祸及我贺府。为父已帮你谋划好了，你快快与他和离，回你小时候居住的庄子，日后不得再进京。他每说一个字，都在我意料之中，可我的心还是不免抽痛。我扑通一下跪在他面前，父亲，这是此生我最后一次求你，求你帮我打点一下，我只求去天牢见见裴玉衡。见完之后，我与贺府再无干系。他一拂袖，盛怒道，好，好，给你生路你不走，你就去走你的死路吧。我签下了父女切结书。父亲安排我进天牢见裴玉衡。他面色憔悴了不少，头发凌乱地散在肩上。看见我的一瞬，眼眶泛红。我一心中酸意翻涌。裴玉衡，你是被冤枉的，对不对？夫人信我，我无条件信你，就像宫宴那日你信我一样。夫人，可否按我说的办？好，你说。我已泪眼朦胧。你藏在枕下的那封和离书，改日你托人送进来，我签。他的声音沉重隐忍，我心痛得几乎快要碎掉。你早就知道？我早已知道。那你还……因为我心悦夫人已久，实在舍不得。裴玉衡脸色苍白，眼睛里好像有一盏灯火，蓦然熄灭。怎么会？难道我与陆云婚宴那日，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他刚要开口，被狱卒打断。裴夫人，时辰到了，待会儿我们不好交代。我眸光定定地看着裴玉衡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同你和离。这几日，我想尽办法帮裴玉衡脱罪，却毫无进展。我心急如焚。今日，我打算去登文古院击鼓鸣冤，请求重新彻查此事。春桃阻拦我。小姐可想清楚了，击鼓后要先杖责20下，才能递状书翻案。足足20下，你都皮开肉绽了。我想得很清楚了，我答应裴玉衡的事，便要说到做到。春桃帮我把宣纸展在案桌上，我咬破了手指，以血为墨，亲写状书。我识的字不多，从前让陆云教我，他总是很没耐心。他笑我愚笨，我气得跺脚。陆云便拿话来哄我。他说，兰慈，
你只需会写自己的名字便是了，日后万事有我。他从不教我，却有嫌我粗鄙。不似他的柳如绵会吟诗作对，同他谈笑风生。如今这些密密麻麻的字，都是嫁给裴玉衡后，他捏着我的手，一笔一画教会我的。他是实打实的好人，绝对不会做犯法的事。裴玉衡人生中唯一一次出阁，也仅为了我。天一亮，我便去登文古院击鼓。院判肃色清冷道：“你可知道规矩？”“知道，我不怕，为了我夫君，我什么都不怕。”他淡淡一笑，命人拿来棍杖。我趴在长凳上，眼看第一下便要落在皮肉上。人群之外有人大喊：“住手！”一位身着官袍的男子气喘吁吁道：“陛下已经查明，贩卖典籍与裴大人无关，嫂嫂快些回府吧，一会儿裴大人便回来了。”我激动地从长凳上跳起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朝家的方向跑。推开院门，裴玉衡立在院中。他听到开门的声音，转身过来，我不管不顾地扑进他怀里。裴玉衡明显僵硬了一瞬，过会儿反手将我搂得更紧。酸意翻涌，我放声哭了出来，释放连日来的担忧与害怕。他温柔地拍我的背：“都是我的不对，今晚我好好给夫人认错。”我仰头，四目对视，他眼中有深情，还有浓重的欲念。是矣，我反应过来，他说的认错是什么？没好气地捶他的胸口，带着哭腔骂道：“裴玉衡，你下流！”他做了个虚的动作。不远处传来一道男人低沉的声音：“爱卿，你这院子实在太过寒酸，朕择日赐你一处府邸可好？”我站直身子，望向那名身着玄黄色长袍的男子，腿一软，跪了下来：“臣妇参见皇上。”皇上笑得和蔼：“快快请起，裴夫人，你夫君为朕立了大功，朕要好好奖赏他。皇后对你赞不绝口，朕也该赏赐你。你想要什么？”我羞赧地看向裴玉衡，他也跪了下来：“陛下，微臣有一事想求。我与夫人从未正式拜堂，因此夫人在京中饱受争议，实在委屈。微臣想请陛下赐婚，与夫人重新拜堂。爱卿此意甚好，准了。多谢陛下。”待皇上走后，我拧着裴玉衡的胳膊，咬牙道：“你不是要和离吗？为何又要求陛下赐婚？”裴玉衡，你休想蒙混过关！我心中有千百个疑问，勒令他没交代清楚，不许睡觉。屋内烛火飞溅，芙蓉帐暖。我与裴玉衡屈膝对坐在床上，他欲揽我入怀，我从枕下掏出戒尺，威胁道：“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，不许说谎。”好，我正经地说：“你说心悦我已久，我怎么不记得我们还在哪里见过？”裴玉衡满眼委屈地盯着我，声线微微发颤，仿若哭腔：“夫人竟然把我给忘了。去年春天，你在京郊路上可曾碰见一位衣衫褴褛的书生？”我眯着眼睛仔细回想，去年春天，祖母接我回贺府，临到京城时，我们的马车倏然停住。马夫说有名乞丐沿街乞讨，请客。车身外响起男人澄澈清亮的声音：“在下不是乞丐，我是进京赶考的举人，路遇劫匪，盘缠被抢精光，不知恩人可否借我些银子赶考，他日高中一定成倍奉还。”我祖母有些不耐烦：“许是骗子，无需理会。每年春闱前都会有人以此为借口行骗。”等一下，我哀求祖母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祖母就当孙女给你借的如何？祖母取下腰间的钱袋递给我，我下车将钱袋塞到他手里。那日他满脸污迹，根本看不清五官。片刻间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你。正是我。我紧接着又问：“那你是何时认出我的？”“很早。”“很早是多早？”我穷追不舍。裴玉衡的吻却撵了过来：“夫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给你认错，今晚我们先就寝，好不好？”他胡搅蛮缠，我们一同倒在床上。我被裴玉衡亲得四肢软绵，很快缴械投降。隔日，官府贴出告示：翰林院大学士一党常年偷盗典籍，私下贩卖，罪无可恕，全部抄家，流放岭南。裴玉衡说，他上任之初便发现书库有不少典籍是誊抄的，怀疑有人盗书。翰林院戒备森严，必是监守自盗。他私下把这事奏禀皇上。
皇上便命他协助大理寺彻查此事。可此案牵连甚广，盘根错节，裴玉衡便想出这一计釜底抽薪，让真正的主谋以为已经脱罪，再命人暗中彻查，一锅铲除，肃清纲纪。我问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法子？人在最膨胀的时候，往往最容易露出马脚。他目光狡黠，我故作生气，可我却受了好多委屈。你知不知道那些天我担心的睡不着？夫人恕罪，但我不这样，夫人又怎么会看清对我的真心呢？他贴到我耳边，用只有我们两人才听得见的声量说，晚上我好好认错。我捏了捏酸疼不已的腰，推开他，不必了，我原谅你了。皇上赐婚的旨意很快便下来了，顺带赐了我们一座3进的府邸和100亩良田。我与裴玉衡的事又传遍了京城，这一次全是好话，夸我们男才女貌，佳偶天成，金玉良缘，连带着我的胭脂铺的生意也好了许多。曾经瞧不上我的那些官眷们也抢着来光顾，我不会跟钱过不去，尤其是那2位帮着柳如绵挤兑过我的妇人，他们挑好的胭脂水粉，我成倍的加价。听到价格后，两人尴尬极了。刚刚那位姑娘同我们买的一样，为什么她是10两，我们是50两？我翻了一记白眼，嫌贵？也可以不买，我们店铺不会强买强卖哦。两人笑得谄媚，不，要买，要买的。多赚的银子，我全部让春桃捐去慈幼院，免得日后生出局语。今日得闲，我打算提早关铺子，去处理婚姻的事。门板快合上的一瞬，陆云来了。他长了一圈胡子，人看上去老了10岁，真是寡淡无味。听闻他仕途受阻，已经辞官，连带着和柳如绵也有些不和，家里闹得鸡飞狗跳。我本不打算理他，他一上前便把一个小木匣子塞给我。兰慈，你点一下，这是还你的钱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强调道，不是还我，是还我母亲。对，是还给你母亲。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我单声问他是不是还有事。陆云说，兰慈，你真的要将自己的余生托付给裴玉衡吗？他不是好人，你知道吗？让你堂前认妾，便是他。他话还未说完，一道身影隔在了我与他之间。裴玉衡声音前所未有的冰冷，陆大人还有什么话，同我说便是，不要烦扰我娘子。你，陆云欲上前。裴玉衡显然没有耐心，滚！信不信我在陛下面前再参你一本，就像当日我入狱，你参我一样。我心脏一紧，还有这回事？陆云见势不妙，只好掉头离开。我双手环抱，倚在门框上，直白地盯着裴玉衡，你好像又有事瞒着我。不出意外，我的戒尺终于派上用场。裴玉衡手心通红，露出像小狗一样乞怜的眼神。夫人，我错了。这次他是真的错了。我想不到裴大人心机如此深沉，早在6艺会馆读书时便已经开始织网。裴玉衡无辜道，那时陆云天天说他的未婚妻粗鄙不堪，我心想有多不堪，便趁你给他送东西时躲在门后偷看。认出你之后，我才知道是陆云有眼不识明珠。后来他高中探花，背着你和柳如绵暗中往来，我怎么能眼见你跳入火坑呢？我高高举起戒尺，怒火冲天道，所以你就给他讲了故事，告诉他江南有位河东市的未婚夫，看上一位烟花女子，想那为妾室，便是用的堂前认妾这一招，是不是？对，哎呀，夫人轻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当时我签下认妾书了呢？我气得满脸通红。你不会，万一呢？我会抢亲。他笑得狡黠，我狠狠地踹了他2脚。你无赖！他趁机将我扑倒，都是因为爱你，贺兰慈，我爱你，所以为我布下天罗地网。我们的婚宴排场不大，我甚是满意。上个月裴玉衡请了太医为我祖母治病，祖母身体大好，他是我们唯一要拜的高堂。我回贺府接他时，父亲客客气气地唤我的名字，我礼貌地叫了他一声贺老爷。嫡兄科举屡次落榜，父亲托了好多关系才得了个外放，背井离乡。嫡妹高嫁进侯府，可婆母苛待，夫君滥情，嫡母焦头烂额，也病倒了。父亲筹谋半生，也只落得个如斯田地，他心如死灰，向皇上提出容休。
我搀着祖母出来，嫡母在院子里哀声连连。父亲说他病得不轻，我轻描淡写提了一嘴，不如送去庄子养病，空气好，人也精神。不日，父亲果然将嫡母送去了庄子。我心中暗笑，我母亲吃过的苦，嫡母也应当吃一遍。想得入神，连裴玉衡几时进来都未曾察觉。房中烛光跳动，裴玉衡有一下没一下地亲吻着我的唇。他悠悠地问：夫人近来怎么喜欢待在我的书房？我耳根发烫，故作正经道：当然是学习经商之道。他的手缓慢向下，质疑道：哦，真的学的这些？不然呢？裴玉衡的唇贴近我的耳廓，可我书架最里面那排春宫图为什么翻烂了呢？不等我回答，他凶狠地捻上我的唇。夫人要学什么？为夫来教你。我挑衅道：你很会哦。他拉着我的手贴向他紧实的胸膛，那你来教我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